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偏偏选映社。前段时间的回廊亭让我白期待了，本以为就算冲着邓家佳，这剧也能看吧，没想到他这么结了就是可算让我白期待了。索性今天我就讲一部2013年的悬疑电影《全民目击》，看看刘华强和小姨妈飙戏，郭天王和龙小云斗法。关前我先叠一波护甲，这部电影的优缺点都很明显，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进行吐槽。建议把故事背景放在一个架空世界，不要带入我国的司法系统。事情要从一起女明星被杀案讲起。3月25日晚，影星杨丹死在一栋大厦的停车场，嫌疑人是一个叫林萌萌的20岁大学生，二人的关系也不简单。林萌萌的老爹林泰是著名企业家，地方豪强，也是被害人杨丹的恋人。无论是牵扯到的人物还是这个人物关系，注定这起案子有巨大的噱头。因此在庭审当日，各路媒体都汇聚在法院门外等待着开庭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案子还没审，整个社会舆论都倾向于林萌萌一方。原因是6年前萌萌的母亲去世，从此成了单亲孩子。虽然她杀人，她爸是个土豪，但她是个好女孩。而被害的杨丹就没这么好的风评了。她在17个月前与林泰这个王老五相识，二人勾搭在一起处对象。但是案发3年前，狗仔拍到了杨丹和别的男演员一起测试汽车减震的事儿，所以这场谋杀案偏然的被解读为林萌萌为父亲鸣不平而失手杀人，也就是绿帽子引发的悬案。你要问夹在中间的林泰是什么态度，他当然是支持女儿。林泰专门聘请了传奇律师周丽作为被告方的辩护人，这位律师善于制造反转，创造奇迹。公诉方出战的是老检察官童涛，此人刚正不阿，专办大案要案，且和林泰交手多次。面对老冤家的女儿，他能否秉持初心还未可知。在这次庭审中，洪涛先声夺人，传唤了3名证人，力图证明是林萌萌杀人。这里给大家一并梳理了。首先是有人在酒吧里听到林萌萌发泄地说要杀了杨丹，由此可以证明嫌疑人林萌萌确有杀人意图。其次是根据大厦方面提供的地下车库录像，喝了酒的林萌萌当晚开着一辆红色卡宴停在车库，并且在8点50分左右把杨丹约到了车上见面。上车没一会儿，杨丹又下了车，并且指着车里破口大骂。而那辆红色卡宴忽然发动，把杨丹撞飞到对面的墙上。然后红色卡宴驶出了车库，林泰给杨丹安排的司机孙伟紧接着走进车库，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杨丹，并报了警。不过根据警察的证词，杨丹并非死于撞击，而是因为头撞到了墙上裸露的铁钉，被轻轻敲开了沉睡的心灵。对于其他事情，林萌萌供认不讳，不过他表示自己只是撞了人，根本不知道墙上有钉子。当然了，以上这些只证明林萌萌有杀人动机，并且动了手，但是导致杨丹头扎进铁钉的是不是萌萌，他因为车库监控死角的问题，并没有办法确认，所以童检察官请出了第4位证人，也就是第一个来到案发现场并报警的司机孙伟。奇怪的是，面对检察官的指控，以往咄咄逼人的周律师没有丝毫反驳，全程划水看戏，直到司机出场。根据司机孙伟的供述，他是跟了林泰15年的老部下，1年前被安排为杨丹的司机。案发当日晚8点45分，二人进入大厦。此时杨丹接到电话以后，气冲冲地去了车库，并且表示5分钟后就回来。司机等了10分钟后觉得奇怪，就赶到车库，正好在8点55分左右看见一辆红色车子一闪而过，紧接着就看到躺在墙根的杨丹，走进了打算把人扶起来的时候，摸到了一手血，于是就报了警。但是司机的说法被全程沉默的周律师反驳了，他戳破了司机隐瞒的2件事，一个是司机其实和杨丹关系非常不好。律师拿出一份证据，那是司机去年过生日许下的名愿，写着他希望杨丹被车撞死。大概他们那里不太讲究，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这事儿。面对证据，司机不得不承认杨丹这人确实趾高气昂，对他多次侮辱，所以他痛恨杨丹。周丽乘胜追击，说司机隐瞒的第2件事就是他也恨林泰。司机就纳闷了，林泰是我老板，你凭什么说我恨他？于是律师就当庭戳破了司机的老婆其实和林泰有一腿。场上的人都蒙圈地看向林泰。面对这样的诽谤，司机当然不能认，但是架不住律师一直往他伤口上撒盐。司机最终还是没绷住，暴怒之下承认了自己被林泰戴了绿帽子。他十分恨林泰，但那又怎样？说破大天也不过是2件八卦。可律师接下来通过质问和推理捋出了这么一种可能性：案发当日晚，萌萌撞飞了杨丹，但只是撞晕了。在萌萌开车逃离时，司机正好到场。林泰家里只有2部车，干了15年的司机，光靠发动机的声音就能听出肇事车辆是林萌萌开的红色卡宴。
所以他在看到杨丹和罗罗的钉子以后，就萌生了报复的想法，接着把杨丹的头狠狠地撞在钉子上，然后打电话报警，嫁祸给林萌萌，这样杨丹殒命，林泰女儿坐牢，完美复仇。当然，以上这些都只是猜测。不过律师很自信，司机今天走不出法庭，因为杨丹死前带着一块价值300万的表，案发后不翼而飞。只有第一个到现场的司机嫌疑最大，所以只要在他家搜查一下，应该就能找到这块表。这一点司机并没有反驳，应该就是他偷了表。光凭着盗窃300万物品的事儿，司机就得坐10几年牢。所以律师劝他，反正也得坐牢，索性就把自己干的事儿都招了吧，这样起码能获得一个男人的尊严。而司机最终也真的承认了，是他杀了杨丹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庭审居然以这样的方式收场，一桩开车杀人案变成了司机嫁祸复仇。对此，林丹非常愤怒，但是他的眼神又似乎有些不正常。话说回来，不是凶手认了罪就一定是凶手，还得公安机关补充侦查，另行审判。所以现在让我们时空倒转，回到开庭以前。其实童检对庭审上的经典反转早有心理准备，因为他太了解林泰了。他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对林泰的金融欺诈调查，只可惜起诉没有成功。之后还有过2次起诉，要么原告突然撤诉，要么证人当庭翻供。翻供未果，第2天居然又冒出了个替罪羊。对于林泰这样的大老板来说，没有谈不拢的买卖，只有谈不拢的价码。再加上一个善于反转的周律师，不整点幺蛾子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哪怕司机孙伟承认了杀人，童检也不相信，因为他从林泰的眼睛里看得出，什么妻子出轨、男人尊严，都是一场戏。第1场庭审后，童姐带着自己的哼哈二将，对司机孙伟展开了深入调查。在调查中还穿插了一段童涛和妻子吃饭的戏，这一段有助于梳理一下童涛和其他人物的关系。首先，他和林萌萌以前就认识，童姐的老婆是李老师，而林萌萌是李老师的得意门生。李老师觉得萌萌这人心地善良，根本不像是个会杀人的女孩。甚至在开庭前，李老师还在丈夫跟前替萌萌吹过风，希望童涛能败诉。为此，童姐语重心长地教育媳妇儿，情是情，法是法，不能用感情。但是从某种角度看，童涛自己也着相了。他揪着林泰不放，不仅是嫉恶如仇，也是因为17年前他在大学的好哥们儿的亲爹因为林泰的金融诈骗而走上了天台。一定程度上来说，童检对于林泰的判断虽然是准确的，但也是在拿个人好恶代替事实判断。在补全了童涛的人设以后，剧情又进入了案件调查。检察官们了解到，司机在案发前半个月查出了脑癌中期，另外还查到了林泰以私人名义给司机打了200万治病。看起来这是林泰收买司机的交易，但是时间却对不上，那笔转账是在案发前3天就转了。而在公安局里，警察和检察官对司机夫妇的审讯也陷入了僵局，那2人是一句有用的也不说。眼看临近第2场庭审，调查没有任何实质进展，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，一封匿名邮件让检方柳暗花明。发邮件的人表示，案发的时候他刚好在地下车库拍到了行凶的全过程。检方猜测，这个发邮件的神秘人可能是想拍女明星八卦的狗仔，他不但隐藏了自己的 IP 地址，而且刚好卡在第2场庭审开庭的时候，把所谓的现场视频发了过来。为此，检方差点耽误了出庭。不过等待是有价值的，在庭审现场，林泰正作为证人指证司机杀人的罪行，而童涛在新鲜下载的视频里看到，当晚杀人的其实是林泰。童涛当即决定将视频上交法庭，然后申请休庭重新侦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视频文件自动删除了。其实在接入文件的时候，画面就有病毒提示。不过咱们的公检法机关肯定有相关的技术部门可以恢复数据，但大家还记得我说的吗？这个是架空事件，所以这个视频就这么没了。虽然证据没了，但是能够确定谁是凶手，已经算是开挂了。为了让真凶自爆，童检决定使一招险棋。他知道林泰这个人狡猾且骄傲，可以用激将法破他的防御。童检先是通过各种证据逼林泰承认自己爱杨丹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然后反复拿杨丹一夜情的事情来刺激林泰。然后在林泰情绪失控的情况下，童检利用他的傲慢，继续在伤口上撒胡椒粉，成功的让林泰破防。林泰在激动之下毫不防备地说出了是他撞死了杨丹。林泰承认杀人，而林萌萌只是用来顶罪的，这让现场再次掀起了一场波澜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林萌萌先忍不住了，表示事情不是林泰说的那样，而此时林泰突然发怒，冲着林萌萌大喊：“我会死在龙背墙后。”话说，虽然林泰伏法，但是这件案子还是扑朔迷离。比如那个神秘视频哪来的？龙背墙又是什么？最奇怪的是，在这场庭审中，辩护律师还是一言不发。为了解开这些谜团，咱们再一次2极反转，把时间倒回第1次庭审前，来看看周律师的视角。
在第一次庭审前，周律师和队友定下的庭辩思路是主动进攻，对于检察院的所有观点都进行反驳，并且从林萌萌是个单亲孩子这一点进行煽情。正此时，周律师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，对方对他们的意图相当了解，并且表示手上有重要证据，等到真正的凶手出场时就会发到周律手机上，只要事后给他100万就行。在开庭时，周律师收到了2张照片，一张是司机媳妇儿和林太偷情，一张是司机的结婚照。对方还打电话提示他夺妻之恨和借刀杀人这2个关键词。听到这里，周律师什么都懂了，于是他临时改变战术，这才出现了第一场庭审中的桥段。庭审结束后，律师带着钱见到了这位提供信息的神秘人，此人正是司机的妻子，绿了老公又把老公卖进监狱，是个狠人。在律所的庆功宴上，大家都夸赞周律师发挥出色，但这周律和童检一样，也怀疑司机是来顶罪的，于是他也带领手下查起了司机孙伟。调查结果和检察院那边一样，没有什么实际证据。不过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，周律师的手下收到了一封神秘邮件，对方表示手上有案发时的现场视频。在经过试探和周旋后，周律师以200万的价格拿到了视频，确认视频中的环境就是事发的停车场，也知道了凶手其实是林泰。全世界的律师都不能干损害当事人利益的事，但是周律师不这么想。一方面，他买下视频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以防林泰反手咬他；另一方面，周律似乎也是个母亲，对于拿女儿顶罪这种下道行为异常愤怒。于是他在和手下商议后，最终决定让检察院来出这个头。为了不留尾巴，周律在第2场庭审前匿名将视频发给了童检，并且附带上了病毒，导致视频看完以后自动删除。于是才有了第2场庭审中童检临场发挥揭露林泰的戏码。然而第2次庭审后，童检和周律也同时产生了一个疑问：林泰真的是凶手吗？童检这边把焦点落在了龙背墙这个点，而周律这边把那个200万买来的现场视频和事发车库的监控视频反复对比，这才发现2个视频中司机最后站定的左右脚居然不一样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所谓的案发现场偷拍的视频是伪造的。那怎样才能伪造这样一个视频呢？除非他们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地库。顺着这个线索，周律师查了下去，结果查到了林泰老家宿县的一家机械厂。周律师赶到时，厂房大门紧闭，在真相的吸引下，周律师龙小云附体，开车直接撞开大门。果然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停车场。让我们再次把时间拨回到第1次庭审前，瞧一瞧林泰到底做了什么。人确实是萌萌杀的。案发以后，林泰使出浑身解数也摆不平这件事儿。首先，死者是个明星，社会影响很大，压不住。其次，工作方上场的是童涛，花多少钱都买不通，所以他请到了大律师周丽，并且以1000万的价码要求律师为萌萌做无罪辩护。难怪前面周律师花钱这么大手大脚，又是100万又是200万的。林泰不想让孩子坐1天牢，周律师这边选择了发动舆论。然而无论周律再怎么舌灿莲花，也只能在量刑上做文章，改变不了事实，所以鱼目混珠的思路应运而生。第一个提出这种想法的居然是司机孙伟，他当时的确没注意到肇事者是萌萌，才报了警。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过失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恩。他提出的计划 A 是伪造自己被戴绿帽的事实，然后拍摄一段自己杀了杨代的视频做伪证。只要运作得当，杀人的罪名他就能担下。司机觉得自己得了癌症，没啥活头了，还不如顶罪死在监狱里。但是林泰坚决不同意。他虽然不是一个好人，但却是个义气的老大。在得知司机癌症的第一时间，就打给了他200万治病，让他毁掉司机夫妇的名声，去给自己女儿脱罪。林泰的心里是不愿意的。后来还是司机的媳妇儿搬出了6年前过世的萌萌妈，还劝动了林泰。除了制造被戴绿帽子的伪证，他们还在宿县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车库，买了大量二手车，100%还原了案发现场。同时在香港物色了2位身形相仿的演员，演了一出司机杀杨丹的戏码，再由林泰的管家藏在车里，模拟狗仔的视角拍了下来。整个视频只拍到侧影，没有正脸，所以没人会分出真假。计划 A 有条不紊的推进，不过在拍摄现场，林泰突然改了方案，多拍了一条自己作为凶手的假视频，作为计划 B。因为他清楚童涛太难缠了，让司机顶罪骗不过他，只有抓住了自己，才有可能让童涛掉以轻心。并且杨丹在死前曾经和林泰在晚饭时亲热过，所以杨丹的脖子上有他的指纹。再结合这个视频，林泰杀人的事儿就更像真的了。计划 A 在第一次庭审中完美实施，但转眼间2支团队都查到了漏洞。童涛更是在第一次庭审后找到了林泰，痛斥林泰让人顶罪的行径，这让林泰意识到得启动计划 B 了。于是他拐弯抹角的把视频匿名发给周律师，而周律师的反应基本也在林泰的预料之中。
所以第一场和第二场庭审中，表面看是周律和童检发挥出色，其实是司机和林泰秀翻全场。就在周律师赶到肃宪的时候，第3次庭审开庭了。林泰把杀人和制造伪证的罪责都扛在了自己身上，成功的让女儿获释。不久后，周律师在监狱里见到了林泰，隐晦的表示自己知道了全部真相，他愿意免费替林泰辩护，将真相告诉法庭，但是被林泰严词拒绝。对他来说，现在的结局是最好的，他进监狱是众望所归的事，没有人会再去追究真相。之后，周律又找到了林福的管家，因为还有一个疑惑没解开。以林泰的缜密心思，他要是想瞒天过海，在拍完视频以后，一定会将假停车场毁掉，不该留下尾巴。对此，林福的管家表示，是他出于私心把假车库留下了。管家原本希望童姐是第一个找到车库的人，那样的话，林泰肯定会被翻案的。那童涛就真的相信了林泰的布局了吗？并没有。如果真是林泰杀人，那么在第3场庭审上，林泰应该是宽恕游斗才符合性格，不该是一副理应如此的模样。因此在宣判之后，童检并没有松懈，而是从头整理了所有疑点。他驱车来到肃县，终于搞清楚龙背墙是什么。龙背墙指的是肃县当地的龙背山，相传南龙王的儿子小龙王自小娇惯，习惯惹是生非。有一天不小心触犯了天条，为了救儿子，南龙王假冒小龙王在盘龙山下受刑。小龙王见状，打算认罪自己来担，而南龙王为了让孩子封口，直接撞死了。南龙王认为自己教子无方，代子受过，死得其所，死后化为龙背山，当地人称其为龙背墙，意思是父亲像一堵墙，挡住了孩子所有的罪行。而小龙王经此劫难，也变成了正直的人。童检听了故事，便明白了一切。庭审上的那句龙背墙，其实是林泰给女儿递出的暗号，让她隐瞒真相，否则自己宁愿死在法庭。等童检找到了那个伪造的停车场，更加确认林泰是替女儿顶罪。而此刻的林萌萌一个人在家里，看着以往和父亲的录像，也像故事中的小龙王一样幡然悔悟。林泰希望女儿经此事件能够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是敢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林萌萌最终拿起电话打给了童涛，交代了事情的真相，自己来到雨中致敬肖战哥的救赎，像是要洗刷自己的罪恶，独立面对风雨。童涛也不负检察官的职责，准备为林泰翻案。全民目击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开头我就讲过，这部电影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，咱们欲扬先抑，先讲一讲缺点。本片最大的槽点莫过于对于公检法和律师的刻画太过儿戏，片中的律师和检察官在法庭上取代了警察的破案工作，但二人破案和辩护的手段也算不上多高明，基本都是靠场外信息才锁定了错误的凶手，然后也没啥实质证据，都是用心理战术让证人破防，进而自己承认罪行。他们当时压根就不知道那俩凶手全是在配合他们表演。这里的法庭也不是以证据链为核心，反倒偏信嫌疑人的招供和证人的证词。关于细节方面的逻辑 bug 也很多，我这里就吐槽一点：杨丹头撞在钉子上，到底是被车撞进去的，还是被人按着头2次撞击锤进去的？但凡公安局里有个技术科，有个法医，不可能分辨不清楚。所以我在一开始就说，大家就当故事发生在平行世界好了。当然，这也是国产影视作品的老毛病了。就连我不是药神最后的庭审环节，在上映时也受到了不少专业人士的吐槽。不过庭审戏拉胯不影响药神的伟大。同样的，全面目击的缺点很明显，也不妨碍它的优点突出。这部电影在叙事上很像08年的电影《刺杀据点》，通过3次闪回将观众带入4种视角中，就像罗生门一样，每一个视角都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部分，从不同的视角拼凑出一个事件的全貌，带来不断反转的效果。庭审前，大众认为凶手是萌萌。第一次庭审，周律师翻案，凶手变成司机；第二次庭审，童检再翻案，凶手变为林泰。而在第3次庭审前，真相终于揭开，原来林泰才是背后谋划一切的人，凶手又变回了萌萌。有趣的叙事结构能让观众在每一段剧情中都能体验到高潮和反转，带来解谜般的快感。而整个故事的核心轨迹则与另一部经典电影《空房证人》相似，都是证人通过制造谎言来保全被告人。当然，如果全面目击的庭审也能像《空房证人》那么讲究和严谨就好了。影片的一个亮点就是人物塑造，悬疑电影要玩反转，人物当然不会是扁平的，起码要嵌套多重身份。片中藏得最深的人是林泰，在电影前半段，林泰一直是亦正亦邪的配角，只有回过头二刷才会发现，孙红雷那面无表情的脸上全是细节，生生把一个黑老大类型的人物演出了人格魅力。不得不说，孙红雷真是太适合演这类角色了。戏太好了，你个流氓演的太像了。邓家佳贡献了本片所有的哭戏，但每次都把不同的内心戏哭出来了。刚刚犯下命案被捕时的恐惧和惊慌，第一次庭审时的委屈和无助，得知父亲要为自己顶罪时的震惊和惶恐，
以及最后在大雨中的羞愧和悔悟，拿捏的都还是比较精准的。据说邓家佳为了更贴近角色，曾在2个月内暴瘦15斤，而这部电影也让她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女配。只希望她以后多接好剧本，在悬疑剧的领域做大做强吧。另外，本片还有一些细思极恐的地方，可以算作电影之外的又一重反转。电影中最戳动人心的，莫过于无声而又厚重的父爱。当龙背强的故事揭晓时，许多观众都震撼于林泰的壮举。这种父爱很伟大，但做法就值得商榷了。早年上网冲浪的选手们，是否还记得当年的4大名爹？毫无疑问，林萌萌这种坑爹的设定，就是参照着《我爸是李刚》以及李天一、郭美美等事件设计的。你们猜他被捕的时候会不会说我爸是林泰啊？片中的土豪林泰没有直接挑战法律，也只是因为啃不下同刀这块硬骨头。假如没有同检的存在，林泰又会怎么运作呢？电影名叫《全民目击》，似乎这是全社会关注下审判的案件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全民在这起案件中算什么？被人煽动舆论，裹挟利用，被不专业的媒体人赚流量，被林泰一家子骗来骗去。全民目击到底目击了啥？林泰似乎向我们展示，钱虽然买不通检察官，但是我们可以换种办法运作，照样可以挑战法律。这可能才是《全民目击》这部电影暗含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吧。本期片悬疑推荐作品《全民目击》，创意指数8.0，逻辑指数7.0，悬念指数7.5，反转指数8.0，上当指数7.5，豆瓣评分7.8分，IMDB评分6.9分，片片给出的悬疑鸡蛋值7.6分，值得一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另外做这期视频时，我又回顾了一下控方证人，我之前做过5分钟的解说，我在想要不要做个深度分析的版本重置一下，点赞过2000，控方证人的深度解读马上给大家安排上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了个拜。